大家好，我是丁健。这个视频我讲一下速溶咖啡的制造和 SAP。这是一些声明。大家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冲咖啡的话，大多数用的还是速溶咖啡，因为简单方便。那速溶咖啡的制造主要有两种方法。那一种呢是喷雾干燥，另外一种呢是冷冻干燥。我们先看喷雾干燥。采购进来的这个咖啡豆叫生豆，然后呢经过清洗烘焙，然后研磨，然后变成了咖啡粉，然后呢再经过热水萃取，变成了咖啡的浓缩液，然后呢在混合器里边加入香精，再经过这个均质机进行搅拌，然后再在这个干燥塔里面喷出来，通过高温让水分蒸发，最终变成速溶的咖啡粉。所以呢，这个速溶咖啡的制造是从固体再到液体再到固体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咖啡豆当中有约30%是可以溶于水的物质。速溶咖啡就是把咖啡豆里边可以溶于水的部分提取出来，做成可以长期保存的咖啡粉。那你在冲咖啡的时候呢，就可以完全的溶于水了，不用再去处理咖啡渣再去萃取这些事情。那这里喷雾干燥因为通过高温蒸发水分，会损失一部分的叫香气的化合物，所以呢要添加一部分的香精。喷雾干燥的工艺比较老了。现在很多速溶咖啡是用冷冻的干燥制造的。那冷冻干燥前面的步骤差不多，都是从这个生豆到萃取出这个咖啡浓缩液。接着要通过零下几十度进行冷冻，冻成固体，然后再粉碎成颗粒，然后再进入这个真空的冻干室，然后通过让水分升华的方式去除水分，最后得到咖啡粉。那相比起这个喷雾干燥冷冻干燥更能保留着咖啡豆里的风味。我们再看其他的生产流程。那以前冲咖啡的时候除了咖啡粉，还有咖啡伴侣，我们称之为 NDC（Non-Dairy Cream）。那一般不叫它植脂末，一般是用于跟喷雾干燥的这个咖啡粉搭配的。那它的制造过程也是跟这个喷雾干燥的后半段一样。那如果你在超市里看到 NDC， 可以看看它的配料。制造的过程也就是把各种原材料进行混合，再经过这个均质机进行搅拌，然后再在这个干燥塔里边进行喷雾干燥。所以在工厂里边同一台设备，同一个 work center， 可能有的时候生产咖啡粉，又有的时候生产 NDC 还有就是混合 blending 的工序，就是把咖啡粉NDC 还有糖混合在一起。有的时候再添加一些其他的原材料。那你在市场上应该可以看到这种3合1的速溶咖啡。最后的工序就是包装。咖啡粉加上包装材料。那你可以看到市场上有各种瓶装的、袋装的咖啡。那我这里避免提到任何的品牌就不放那个图片了。好，速溶咖啡的 ACP 方案是比较标准的功能。生产的就是普通的生产订单。生豆green bean 就是原材料，咖啡粉是半成品。NDC 也是一样的，从原材料到半成品。最终包装好的产品是产成品。从生豆到咖啡粉要用一个生产订单就可以了，就一般不用去管中间的状态因为都是自动化的流水线。有这个 MES 可以管理。生豆原材料的消耗按实际的用量在 SAP 中做消耗。因为生豆采购进来会放在桶仓 silo 里，所以生产完一批，看看桶仓里用了多少生豆就行。还有就是最终产品收货进检验状态。那经过检验
再转成这个非限制的库存。生产过程中的物料不需要进这个检验的状态。rework 工序，这里呢是指生产出来的咖啡粉呢会经过筛子的过滤，有些呢颗粒比较大，那需要呢重新拿回生产线呢再重新处理一下。这种呢不是质量问题，也不牵扯到检验之类的操作。还有呢 trial order 试制比如呢对于新产品试制一批，生产过程呢和普通的生产呢一样，只是呢这个最终的产成品呢不卖，消耗呢进特别的这个成本中心。最后呢还有关于咖啡渣的处理，刚才说咖啡豆里边呢30%是可以溶于水，那剩下的就是咖啡渣，量呢还是蛮大的。那之前呢咖啡渣呢都是当做废弃物来处理的，那现在呢有一些工厂基于环保的考虑，开发出一些利用咖啡渣的用途，比如呢做肥料。所以呢，如果工厂对于咖啡渣有特别的处理的，可以用 byproduct 方式来管理这个咖啡渣的产出。好，总结一下，速溶咖啡的生产过程呢比较标准，SAP 的标准功能呢就适用。那对用户、企业、咨询公司都是好事，因为用标准的功能，项目的风险小，开发量工作量都少，然后呢，人工成本就小，然后项目计划呢也好控制，以后维护升级呢也方便，所以呢这种项目呢真的是挺好的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，谢谢大家。